爸，婉清在我心里就是最好的。我现在隐藏身份，只是为了熬到得到他父母的认可。和婉清结婚5年了，我隐瞒着身份做她的赘婿。5年了，我们一直同居不同房，也没有孩子。婉清说要等她准备好，要等我通过她父母的考验。我信了，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爱情值得等。婉清，5周年快乐！江嫣之，你天天就知道搞这些没用的。你要是真有能力，就去谈个几百万的项目回来。今天不是要去机场接爸妈来过生日吗？我也一起去吧。不用了，我爸妈本来就不喜欢你，你去了只会惹他们心烦。好，我在家等你们。婉清爸妈难得来，我得体面一点，留个好印象。妈，婉清，婉清，我出国5年，没想到你都结婚了。喂，还不快过来给我们提行李？妈，咱们别进屋了，直接带你们出去吃饭过生日。出去吃多费事儿，家里不就养着个吃白食的，让江嫣之做饭不就行了？我去做饭。除了你，还有谁能干这些粗活？锦行哥哥大老远从国外飞回来，我们可都饿着肚子等着吃饭呢。嫣之，平时家里的饭不都是你做的吗？别让客人饿着肚子的。对了，景行，我听说你在国外搞那个什么基因项目，现在进展的怎么样了？赵伯母，也就还行吧。我赞助的那个基因项目刚刚拿了国际医学大奖，我现在回国，年薪100万也才刚刚起步。这才叫真本事啊！年纪轻轻就年薪100万，前途无量。哼，不像有些人，一辈子也就只能围着那个破灶台转，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吃软饭吃得理直气壮。就是啊，当年要不是我姐非要嫁给这个穷小子，你就是我姐夫了，我们许家也不至于在亲戚面前天天让人看笑话。天天。不过这次回国，我准备把现在手里的基因项目方案整理好，先递上去，争取跟江氏谈一笔合作。江氏，景行，你说的是那个江氏？全球500强，我们这片真正的首富江氏。景行哥真厉害，听说江氏董事长和他的儿子从来不在公众面前露面，景行哥哥能敲开他们的门，那是要一飞冲天了。景行哥，你的格局真的不一样。对了，江先生，说起来，你这辈子估计也认识不了江氏的人，你应该都没听过江氏吧？他肯定没听说过，江氏随便一个看门的保安都比他体面。让江先生一个大男人天天干这些下人干的粗活，确实不太好，太委屈他了。景行哥哥，你就是太善良，他在我们家早就跟自家下人似的被使唤惯了，你根本不用替他担心。就是，我看他呀，除了会做个饭，什么本事也没有，也就只剩下这最后一点用处了。婉清，原来在你们全家人的眼里，我这5年来根本不是什么丈夫，只是一个可以随意使唤的下人。还杵在那儿干什么？没看见大家都没动筷子吗？先把汤给大家盛好再说，这点规矩都不懂。你没事吧？废物，连盛个汤这点事儿都做不好，你是想烫死景行的宝贝儿子吗？对不起，我重新盛一碗。江嫣之，你能不能别总是这么笨手笨脚的？我……念念乖，
不哭哦，阿姨吹吹就不痛了。结婚5年，我想给这个家添个孩子，你一直推脱说自己没准备好，原来你不是没准备好，你只是不想生我的孩子。对别人的孩子，你倒是比谁都有耐心。江先生，刚才念念年纪小不懂事，打翻了你的汤，实在抱歉。我以菜代酒，借这道名厨的招牌菜，替孩子给你赔个不是。不用了，我对花生严重过敏。姐，我看他就是觉得自己没上桌吃饭，故意在这装病拿掉呢。江燕之，景行哥好心好意自降身段，替孩子跟你赔罪，你差不多得了，还跟个小孩一样拿过敏当借口。徐婉晴，你明明知道我对花生严重过敏，现在温景行坐在你对面，就连这点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是吗？吃。姐，你们快看啊，他的脸憋得跟猪肝一样，为了不给景行哥哥面子，还真拼啊！行了，别装了，他不就是看自己不如景行，故意在这儿演苦肉计给婉清看，博取同情吗？你过敏怎么不和我说？我说了，只是你一门心思都在别人身上。我那是……胭脂，你吃醋了？我和你结婚5年，你竟然不相信我？景行哥从国外回来，我用心招待他，有错吗？我没有。走吧，别让我妈觉得你耍脾气。伯母，不如我们还是去外面的高级餐厅给您庆生吧。那种地方卫生又好，至少不会像在家里一样，随便吃点什么就让人当场难堪，扫了大家的兴致。景行哥说的对，本来今天就是妈的生日，让江言之做饭就已经够寒酸的了，结果他自己还在家里出这种丑，干脆出去吃。出去好，出去吃体面。可是这饭我做了整整3个小时。行，那咱们就去之前看中的那家最贵的米其林3星。出去吃了，我才不吃花叔做的脏东西。你把放在客厅的礼物和包都给我拎上，车上坐不下了，你自己打车跟上吧。陆总，刚刚得到确切消息，市中心那家米其林3星餐厅出现了江少爷的行踪。整整5年，他终于肯露面了，立刻备车，推掉今天所有的跨国会议。这一次，我要抢在所有人前面，第一个见到我的燕之师哥。一会儿菜上齐了，你记得多拍几张照片，给妈长长面子。不过拍照的时候注意点角度，别把你自己的脸拍进去，免得扫兴。就上面这儿最顶级的白松露套餐吧，单价6800的那档，1人1份，开2瓶罗曼宁康帝。哎呀，要不说景行有品位有格局呢，这见识跟某些人简直就是天壤之别。江燕之，你今天可得多吃点儿，这个地方你这辈子恐怕也是头一回进吧？你们别这么说，其实江先生这样的人突然来到这种高级地方，局促不安，我可以理解。毕竟环境差异和阶级观念是刻在骨子里的，装是装不出来的。你听见没？吃法餐记得用刀叉，千万别拿手抓，别在景行哥哥面前丢我们许家的人啊！好了，都少说2句吧。3年前，江氏集团就是在这家餐厅设宴，而你们嘴里高不可攀的米其林3星主厨，当年还是我亲自面试的。我去趟洗手间。
晴，我现在终于回来了，以前的事儿，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景行哥，别说了，我已经结婚了。婉清，在你心里还是顾及这段婚姻的，你心里还是有我的。姐，明明景行哥哥才是你的初恋，要不是当年景行哥被迫出国，江一之那个废物就算排队排一辈子，哪有机会能捡到这个漏？甜甜，别胡说，过去的事儿就没必要再提了。婉清，我不管过去怎样，我只知道我现在回来了，我不想再放开你的手。许阿姨，你做我的妈妈好不好？你们在干什么？胭脂，你别听小孩子瞎说，念念还小，根本不懂自己在胡说八道些什么。江先生，实在不好意思，念念这孩子命苦，从小就缺母爱。婉清心善，平时作为阿姨没少疼她，才对婉清过于依赖了。想必你不会跟一个孩子往心里去吧？孩子年纪小，分不清谁是妈，可以理解。但大人总该分得清什么是界限，什么是底线。哎呀，说这些干什么？今天可是妈的生日，服务员，赶紧把我们的蛋糕推上来。这是江燕之先生提前来我们酒店自己做的蛋糕，包厢也是他提前订好的，各位请慢用。胭脂，你怎么知道我们会来这个酒店？而且你怎么没和我说？这是你平常最爱的餐厅，我只是提前做好了准备。伯母，江先生也是一片心意。不过今天既然是给您庆生，自然要吃点好的。哎呀，还是景行有孝心有实力，这种好东西我们可是做梦都没吃过。服务员，把这个寒酸的破玩意儿给我拿下去，直接扔垃圾桶。放在这里简直碍眼，影响我们胃口。哼，原来真心在金钱面前就是一文不值的垃圾。你们吃吧，我先走了。江先生，别急着走啊，今天难得大家都在，有些话，男人之间迟早是要当面说清楚的。你想说什么？其实我和婉清之间有些很深的渊源，我觉得你早晚都得知道，一直瞒着你，对你也不公平。景行哥，你喝多了，有什么事我们以后再私下说好不好？那个日期是我和徐婉清相识的前一天，原来我才是那个可笑的替代品。原来如此，徐婉清，我们5年的婚姻不过是个掩人耳目的笑话。胭脂，你听我解。绝对不能让徐婉清这样的潜力股逃离我的掌控。胭脂，江胭脂，你站住！胭脂，你别走，你听我解释好不好？放手！解释什么？解释你们青梅竹马非彼此不嫁的约定。徐婉清，5年的同居不同床，现在我才明白，你不是没准备好，你只是在为你心里的这个人守身如玉。我在你眼里，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可笑的挡箭牌，对吗？不是的，胭脂，不是你想的那样。那张照片只是大学时候拍的，这5年里我从来没有联系过他。我承认，他刚回来的时候我心里是很乱，但我刚才在桌前已经清清楚楚地拒绝他了。婉清，这5年，我把你当成我生命里的唯一，可你却把我当成一个随时可以丢弃的替代品，我累了。胭脂，5年的陪伴，你对我有多好，我心里比谁都清楚。过去是我不懂事，一直困在过去走不出来。胭脂，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回去我们就生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好吗？你说的是真的，不骗我。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你先整理一下情绪，我这就回包厢去应付我妈和景行哥，把话说清楚。一会儿我就出来接你回家。好，我等你。
徐婉清，我再相信你一次，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5年的忍辱负重，总算没有白费。只要他愿意放下过去，跟我重新开始，我江燕之可以给他这世上最好的一切。江燕之，你不会真的天真到以为婉清随便哄你的话是发自内心的吧？温景行，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与你无关。不怕告诉你，就在刚才包厢里，婉清亲口向我保证，她之所以出去哄你，只是为了先稳住你，怕你在这种高级场合闹事丢了许家的脸。等今晚一过，她就会和你离婚。江燕之，我劝你识相点，趁早主动把离婚协议书签了，滚出许家，别等我把事情做绝了，撕破脸皮让你当全城人的笑话，那时候可就难看了。我只会相信婉清亲口和我说的话，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你要清楚，你只是一个没本事没家底的废物赘婿，你在许家当了5年来回使唤的狗，拿什么跟我争？婉清的心迟早是我的，既然你不识相，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江燕之，你疯了吗？我都已经跟你道歉了，你为什么还要打我？放开我！江燕之，你疯了吗？放开我！疯了！你疯了！怎么了这是？伯母，我只是好心进来劝江先生几句，让他别跟婉清置气。可江先生他突然就翻了脸，不仅动手打我，还放话出来说，如果我敢娶婉清，他就要让我和念念彻底消失。江燕之，你竟然连一个5岁的小孩子都威胁，果然是穷山恶水出来的刁民，骨子里刻着下贱，这一辈子都翻不了身。婉清，我根本没碰过温景行一下，你信我？江元之，到了现在你还要狡辩吗？你怎么能对景行哥和这么小的孩子动手？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我们相处5年，在你心里我就是这么卑鄙的人吗？少在这装深情装无辜，你一个吃软饭的穷光蛋，骨子里不就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吗？就是，江燕之，今天你惹了景行，算是彻底把天给捅破了。景行随便动动手指头就能踩死你这只臭虫。你们怎么知道我就是你们惹得起的人呢？惹不起的人？江燕之，你是不是知道自己大难临头被吓疯了，在这做起白日梦来了？江燕之，你到底想干什么？景行哥大老远回国，你能不能别这么不懂事儿？婉清，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信不信我没动手？我亲眼看见景行哥受伤了，念念也哭成那样，我怎么知道该信谁？你平时就对景行哥有意见，谁知道你会不会一时冲动？5年来，我为你们许家做牛做马，起早贪黑照顾你们全家上下，到头来，在你徐婉清眼里，我居然连个认识几天的外人都不如。江燕之，是我逼你做牛做马的吗？还不是你自己没本事，连个正经工作都找不到，让我在娘家根本抬不起头来。你要是能像景行哥一样有出息，年薪100万，今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姐，他一个吃软饭的倒插门，脾气倒是不小，天天在家里吃白食，他哪来的脸在拿捏身份啊？哼，怪不得到现在连个孩子都不敢要，我看他不是不想要，是根本养不起，怕生出来饿死吧。伯母，婉清，你们都少说2句。男人嘛，没本事的时候难免会拿点脾气来撑场面，生怕别人看不起，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婉清，连你也要站到他们那一边，一起践踏我的尊严吗？陆渊，竟然是陆氏集团的那位铁腕女总裁陆渊。这种身价千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人物，今天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家餐厅里？这种大人物突然来，肯定是因为咱们景行在这里啊。景行刚才不是说了吗？他手里拿了国际大奖，还有千万级的风头在谈。姐，你听到没？绝对是陆总听到了风声，特意屈尊降贵来找景行结交的。伯母，别紧张，大家都是一个圈子里的。陆总估计是看到我的车停在外面，顺道过来打个招呼。婉清，一会儿我把陆总介绍给你认识。陆总，久仰大名，没想到能在这里。
之师哥，我终于找到你了。燕之师哥，真的是你？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明明我最爱的应该是景行哥才对，为什么看到别的女人对江言之这么亲密，会这么不舒服？起码现在我还没处理好自己的感情，不能随便给别的女人希望。陆总日理万机，您怕是认错人了，我并不是您的师哥。看江言之刚才那个抗拒的态度，陆渊绝对是认错人了。既然陆总认错了人，那我何不借着这个机会和陆氏集团搭上关系？陆总，您消消气儿，江言之不过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不知道陆总您和江言之到底是什么关系？与你无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陆总怎么会认错人，把江言之那个废物认成什么师哥？江言之自己都承认了，陆总那是贵人多忘事，认错人了。他要是真有什么背景，还能在我们家当下人一样被使唤了5年。陆总，看来少爷是不希望您当众暴露他的真实身份。我知道，师哥的心思我比任何人都懂。他隐藏身份，在这个小小的许家委曲求全了5年，一定有他不得不这么做的理由。立刻给我去查，动用陆氏所有情报网，不惜一切代价，把师哥这5年在许家的受过的所有委屈，一字不漏的全部给我查清楚。是陆总。那关于许家和那个温景行，如果让我查到许家或者是那个姓温的垃圾，在这5年里敢伤了我师哥1分1毫，我要让他们整个许家在江城彻底除名。刚才那出戏8成就是认错人了。那种大人物天天见那么多人，偶尔脸盲认错个阿猫阿狗的，有什么稀奇的？大家快坐，别因为一个废物想太多，扫了咱们的兴。其实不出意外的话，陆总今天突然屈尊降贵来到这家餐厅，怕真是冲着我。陆氏集团向来和江氏关系匪浅，陆总今天8成是代表上面特意派人来探探我项目的底。我就说嘛，也就只有我们家景行这种年薪100万、手握国际大奖的青年才俊，才配得上陆总那样级别的大人物亲自来打交道。这说明陆总是看上你这个项目了，你马上就要飞黄腾达了，以后我们许家可全指望景行哥了。江燕之刚才走的时候，竟然连看都没看我一眼。他这个被我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男人，今天怎么突然有了一种会失去他的错觉？今天明明是我们的5周年纪念日，我今天确实是太过分，太冷落他了。他8成是真生气了。不行，我得赶紧去找他哄哄。妈，景行哥，我突然觉得胃有点不舒服，我先出去透透气。好端端的怎么就不舒服了？快回来陪景行再喝2杯啊！江言之，我等了整整5年，才从国外回来收这盘棋。我绝对不会让你这种赘婿再多碍我的眼哪怕1天。我必须趁着我现在海归精英的身份和地位，还能死死压住这群蠢货一家，用尽一切手段，把你从晚清身边彻底赶走，让你身败名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5年里，只要我一打电话，江言之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在1秒内接听号码的。江言之，你长本事了是吧？这不过是你逼我服软的手段罢了。等一会儿回家，我好好哄哄你就是了。燕之，江燕之，我回来了，你别躲在房间里装死了，出来我们谈谈。这是我半年前在杂志上随口念叨过一句，却因为太贵一直没舍得买的款式。江燕之，你是什么时候买的这条项链？我怎么完全没有注意到？徐婉清，你清醒一点。江燕之不过是想用些廉价的感动和苦肉计来博取你的同情，他故意把这些东西摆在这里，就是为了让你内疚，让你觉得欠他的。想用这点小恩小惠就拿捏我，做梦！既然你要玩深情，要玩离家出走这一套，那我就陪你演，我倒要看看你能躲到哪儿去。我绝对有办法让你乖乖认错，滚回来求我。
酒吧，拿着我给你的生活资去那种地方买醉，江言之，你真是长本事了。江燕之啊，江燕之，这5年来，你一次次的欺骗自己，告诉自己婉清只是被她娘家压得喘不过气，一次次的替她的冷漠找借口，直到今天我才彻彻底底的发现，原来她徐婉清从来没有把我当过她的丈夫。师哥，别喝了，你胃不好，会痛的。燕之师哥，我好不容易见到你，你为什么要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那么冷漠的把我推开？阿远，我不是装不认识你。今天那个场合，徐婉清在法律和名义上依然是我的妻子。如果我们当众相认，不仅会将你和陆氏推向风口浪尖，更重要的是，这样不仅对我、对你，甚至对徐婉清都不公平。我总得先处理好自己的私事。公平？燕之师哥，许家那群不知死活的蠢货，这5年对你公平过一天吗？阿元，这路是我当年自己选的，就算是跪着，我也得自己把它走完。这5年在许家留下的烂账是一颗毒瘤，既然要割掉，就必须由我江燕之亲手一笔刻算清楚。那我不管，我只想知道，在你心里，你到底还有没有我？傻丫头，正因为我把你们当成唯一的家人，我才更不能让你们替我背负任何污点。师哥，你知不知道，当年把你让给那个女人的时候，我一个人关在房间里，整整哭了足足1个月。5年了，这5年来，我每天都在等，只要师哥你给我一句话，哪怕是要跟全世界为敌，我也一定会第一时间冲过去。我现在手上还戴着这枚戒指，不管这5年有多荒唐，只要这枚戒指没摘，我就还是有妇之夫。我现在碰你，是对你最大的轻贱和不公平，对徐婉清同样也不公平。江燕之，你真是个混蛋！我怎么会无可救药的喜欢上你这么一个死板又固执的男人？可是，我也真庆幸我当年没有看走眼。江燕之，你脖子上的口红印是怎么回事？你居然敢背着我出来找别的女人鬼混！与你无关，有什么事回家再说。与我无关，我是你老婆，我倒要进去看看，到底是哪个不要脸的敢勾搭我的男人！徐婉清，别在这里发疯丢人，我现在不想跟你吵，先回去，现在不是闹的时候。江燕之，你一个被我牢牢拿捏了整整5年、随叫随到的男人，怎么能就这么脱离我的掌控，被别人抢走？好，我不闹，我们回家说。原来你回来过了，既然看到了这一切，却还能毫无愧疚地去酒吧门口捉奸闹事，徐婉清，你真是把自私刻进了骨子里。胭脂，对不起，我刚才回家看到了你给我买的项链，你为了我们的5周年纪念日准备了这么多，我居然都没有注意到，今天是我不对，你别生我气了好不好？签字吧。江胭脂，你要跟我离婚？徐婉清，我们结婚5年了，5年前结婚，你说要等妈认可我，才能办正式的婚礼，才能住进同一个房间。我等了，可结果呢？今天是你妈的生日，也是我们的5周年纪念日，你瞒着我接来的不是你父母，而是你的初恋温景行。你让我一个人去后厨做饭端菜，甚至像个卑贱的下人一样站在旁边给所有人盛汤。你明知道我对花生严重过敏，却亲逼着我当众咽下去。徐婉清，我也当了你整整5年的狗，现在我累了，不想再摇尾巴了。胭脂，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今天那些事儿全是我没有当场维护你，求求你，胭脂，看在我们5年夫妻的情分上，我们不离婚好不好？胭脂，当初我们结婚只领了结婚证，连一场像样的婚礼都没办过。
你不是好几次告诉我，你想亲眼看到我穿上婚纱走向你的样子，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你的妻子吗？我答应你，我们下周就办一场全城最豪华的婚礼。我要在婚礼上亲口告诉所有人，你江燕之是我徐婉清的丈夫。只要我今天一哭，再加上一场婚礼的许诺，绝对能把江燕之的心重新拿捏住。好，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燕之，谢谢你还愿意原谅我，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徐婉清，如果你还妄想着能借着这场婚礼把我再一次像狗一样拿捏在手里，那么下周的那场婚礼，就是我江燕之亲手为这5年的屈辱和执念彻底画上句号的时候。爸，我回来了。燕之，我等了整整5年，江氏这个庞大的帝国需要你回来，你也确实该回来了。爸，我知道江氏需要我，我也不会再逃避我的责任，但我现在还有最后一件事没有了断。什么事？下周6，我和徐婉清有一场迟到的婚礼，我想再给她，也是给这段5年的感情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在下周6的婚礼上，她真心愿意为了我当众维护我，那我就当这5年没有错付，我会向她坦白一切，带她名正言顺的回江家。但她要是没有维护你呢？如果她还是选择和许家人站在一起，踩着我的尊严，那我会在婚礼上当场了断这一切，干干净净的回来继承江氏。不管最后是哪条路，我都认了。好，这场婚礼我由着你去办，但有一件事我必须提醒你，如果你输了，下周6过后必须立刻斩断一切回江氏，我绝对不会再由着你的性子，让你把下一个5年继续浪费在那群不入流的垃圾身上。我答应您，爸，输了我马上回来，绝不回头。爸，这5年我亏欠您的，亏欠江家的，等下周6彻底了断之后，我一并千倍百倍的补上。燕之的这场婚礼，我虽然拦不住，但既然我们江家唯一的太子爷要办婚礼，必须要办得风风光光、惊天动地。聘礼按江家最高规格备办，去把江氏珠宝行的镇店之宝提出来，还有在江城湾区划出2栋海景别墅，再加1栋法国酒庄的海外别墅，外加江氏集团3%的原始股份作为聘礼大头。3%的股份，像江氏这种千亿帝国，哪怕是0点几的股份，都是常人几辈子不敢想的天文数字。是，董事长。对了，白秘书，你办完这件事之后，再去通知陆渊、林星慈、苏婉那3个丫头一声，告诉他们，燕之下周6要办婚礼。燕之的意思是想在婚礼上再给那个女人最后一次机会。是，董事长。少爷的3个师妹等了整整5年，要是知道这个消息，恐怕江城的天都要翻过来了。3位大小姐，好久不见。今天联络各位是董事长亲自下达的指示，少爷下周6要办婚礼了。师父竟然也由着师哥胡闹，还要再给那个女人机会，让她再伤师哥一次吗？周6我一定准时到场。徐婉清若再敢辜负师哥半分，我当场就把师哥强行抢回家。大姐，你那种霸道又不讲理的占有欲根本就不适合师哥。师哥这5年受了那么多非人的委屈，心早就伤透了。像我这样甜糯糯的去哄师哥才是正道。你们都太心急了。下周6到场，只要那个女人敢再负师哥一次，我们3个谁都不会允许师哥再回到那个泥潭一样的家。一个100亿总裁，一个当红巨星，甚至还有一位首席科研专家，竟然都差点为了抢一个男人吵起来。3位小姐，少爷的意思说得很清楚，那是给女人的最后一次考验。你们3位是去观礼和撑场子的，不是去砸场子抢婚的，除非那个女人真的在婚礼上辜负了少爷。白姐，你放心，她辜负师哥是迟早的事。下周6，我们不光要带着江家的顶级聘礼去，我还要偷偷让人准备好一件这世上最奢华的婚纱。只要徐婉清敢放手，我随时原地抢婚。婉清，景行大老远过来看你，你眼里就只有那个穷小子？这婚礼不能办。姐，你最近真的是被下了降头了，你居然为了他要大操大办的补办婚礼。婉清，你这是被江燕之绑得太死了。她用那些廉价的小恩小惠，让你产生了一种负罪感。但你要清醒地想一想，她给你这5年带来了什么？
许家在亲戚面前是被人嘲笑还是被人尊敬的？景行哥说的也没错，燕之这5年是对我好，但他确实给不了景行哥能提供给许家的那些资源和接济。言之，你回来了。出去办了点事。办事儿，不就是跑去打工的酒店，求爷爷告奶奶的加了几个钟头的班，想多凑几个钱来办那个寒酸的婚礼吗？就是啊，你那点破工资，连景行哥哥签合同的零头都凑不齐，丢不丢人啊？江先生，其实我今天特意留下来就是想和你聊聊。我明白你想死死抓住婉清的心情，但你给不了婉清想要的生活。你是个聪明人，我劝你懂得主动放手。我可以给你记下一笔体面的补偿，让你从此远走高飞，这样对你、对婉清、对许家都好。温景行，你以为凭你那点施舍的小钱，就能买断我和婉清5年的婚姻？你越是这样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越说明你急了。您一个外人，手伸得太长了，就别越界了。江燕之，你怎么跟景行说话的？景行好心好意给你台阶下，你还在这摆什么谱？婉清，明天就是婚礼了，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到底是真的想举办婚礼？如果不是，我们现在就离婚，我绝不勉强。燕之，你别说气话，我是真心想答应你大办婚礼，你别多想，我绝对不会丢下你的。记住你今天说的话，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明天的婚礼上，不管发生什么，我看你怎么选。总感觉如果没有婚礼，我就会彻底失去燕之了。不，他那么爱我，是不可能离开我的。江燕之这个废物，今天居然敢这样跟我说话！更可恨的是，婉清竟然当着我们的面像狗一样去求他，一定不能让婚礼成功举行。婉清，我今晚就住在这里给你撑腰。明天江燕之要是再敢闹什么脾气，或者让你受委屈，我第一时间帮你挡住。还是景行你最贴心，之后你就一直住在这儿吧，反正婉清家里客房多的是。景行哥，您是远客，住在这里多有不便，传出去对名声也不好。婉清，你为了江燕之赶我走？我等会儿在附近订一家5星级酒店，您今晚就搬过去住吧。明天婚礼，我会派专车去接您过来观礼。可念念离不开你，他有爸爸，不需要对我一个外人这么依赖。婉清，你疯了吗？景生大老远从国外回来没几天，好心好意留下来保护你，你竟然为了那个吃白食的废物要赶他走！姐，江燕之到底给你吃了什么迷魂药？妈，甜甜，你们别说了，明天就是我和燕之的婚礼。如果景行哥今晚还睡在家里，燕之心里肯定会不舒服。景行哥，你是聪明人，你能理解的，对吧？婉清，你说的对，是我考虑不周了，确实会惹来闲话。那我今晚就搬出去。婉清，你今晚顶着你妈的压力，能为了我把温景行赶走，说明在你心里，终究还是有底线的。希望明天你还能守住它。你最爱的桂花蜜水。燕之，你来的正好，你帮我看看明天婚礼我戴哪一对好看？2对都很衬你，不过我更喜欢我送你那对钻石耳环。好，那听你的，我明天就戴这一对。燕之，今天为了赶走景行哥，我真的下了很大的决心。我知道这5年来我对你还不够好，让你受了很多委屈。你放心，结完明天的婚，我一定会彻底收心，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再也不让你难过了。徐婉清，我最后再信你这一次。明天我江氏财阀的千亿聘礼一定会铺满整个酒店，我要让你在全江城所有人的面前昂首挺胸，堂堂正正的做我江燕之的妻子。姐，我来帮忙，看看你这边的东西都准备齐全了没有？甜甜，你来的正好，你帮我找找昨天燕之让我戴的那对碎钻耳环，我记得放在梳妆台抽屉里了，帮我拿出来。姐，你别动，我给你找。
姐，耳环放桌上了啊，外面还有点事儿，我先出去忙了。姐，虽然我知道这个盒子里装的东西一会儿在婚礼上曝光会让你有多难堪，但你别怪我，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只有景行哥哥才配得上你，江言之那个穷小子这辈子都休想高光我们许家。拿好了，告诉景行哥，东西我弄到手了，千万别出岔子。婉清，我等了你5年，今天我一定让你风风光光的做我的妻子。爸，放心，今天的结果不会让您失望的。婉清昨晚亲口跟我说，她想清楚了。少爷，许甜甜刚才借宿进了夫人的化妆线，偷走了一个盒子。虽然暂时还不清楚盒子里到底是什么，但绝对是冲着您和这场婚礼来的。需要我立刻派人去把盒子拦截下来吗？必然是温景行在私下搞的小动作。昨晚婉清已经查诺过了，就算旁人再如何搞小动作，也不会影响婚礼。不用拦截。可是少爷，我更想看看徐婉清今天到底会怎么选。今天这婚礼办的倒挺像那么回事儿，不过排场再大，也是新娘自己掏钱办的吧？真是打肿脸充胖，可不是嘛？婉清这5年跟着他吃尽了苦头，今天大婚还得自己掏钱摆酒席，我这侄女真是命苦啊！那当然，今天这婚礼现场可是江氏旗下最大的5星级酒店，全都是我姐托了不知道多少层关系才勉强定下来的。随你们怎么废，这些亲戚的恶意，我今天根本不放在心上。今天我只关心他的选择。这些亲戚根本不知道，燕之这5年为了我，为了这个家默默付出了多少。我今天就是要风风光的嫁给他，用行动让所有人闭嘴。婚礼仪式正式开始。婉清，这便是我等了整整5年的画面。今天过后，我们将重新开始。江彦之先生，请问你是否愿意娶徐婉静女士为妻？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永远爱她、尊重她。妈妈，你能不能先抱抱我？念念，你胡喊什么？我不是你妈妈。婉清，你看念念这孩子，平时就黏你，今天看你穿婚纱太漂亮了，他这是太喜欢你了，情不自禁呢。哎呦，这孩子怎么平白无故管婉清叫妈妈呀？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故事？就是啊，婉清这5年跟江言之连个孩子都没有，婉清果然是不喜欢那个江言之。大家别误会，我真的不是温念念的妈妈。念念乖，叔叔知道你饿了，叔叔现在就让工作人员带你去后台吃你最喜欢的点心，好不好？婉清，什么都不用说，我相信你昨天晚上跟我说过的话。燕之，在所有人都怀疑我、看我笑话的时候，只有你不仅没有抛弃我，还愿意毫不犹豫地相信我。各位长辈，念念是景行哥的儿子，他亲妈去世的早，平时跟我比较亲近，所以今天才童言不敬喊错了。我和景行哥从大学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过任何越界的联系。我今天嫁给的人是江燕之，请大家不要再侮辱我和我丈夫的感情。徐婉清，你今天竟然真的敢当众澄清，还反过来维护江燕之这个废物。接下来我倒要看看你们这对恩爱夫妻一会儿怎么收场。真是一场充满童趣的小插曲。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神圣的交换戒指仪式。婚后同居不同房协议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江言之仅为家族名声的挡箭牌，婚后绝不同房。江言之仅为备胎工具人，绝不可触碰甲方半根指头。原来婉清这5年和江燕之压根就没有夫妻之实啊！从结婚第1天起就防着这个穷小子呢。老婆打心眼里看不上他呀，偷偷搞个协议，防贼一样防着，连床都不让上。这备胎当的可真够称职的。江燕之，
看到这份你连见都没见过的备胎协议，滋味如何？今天我要让你在这个城市彻底身败名裂，再也抬不起头来。我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份协议的存在，原来这5年来我掏心掏肺的付出，在他眼里，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为了给别人守身如玉而设立的骗局。怎么会这样？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你当然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这儿，但我现在知道了，原来你当年嫁给我，只是为了给自己找个免费的备胎。燕之，你听我解释，那都是5年前我不懂事偷偷瞎写的，我从来没拿出来过。那份协议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今天就站在你身边啊！把我当了5年的挡箭牌，现在看温景行不肯娶你，才想起来我这个接盘侠的好。徐婉清，你当初偷偷拟下这份协议来羞辱我的时候，有想过我也会有尊严吗？婉清，没想到我在你心里这么重要。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我不用再说了，徐婉清，我们之间结束了。你有什么好委屈的？你穷的叮当响，连个像样的聘礼都拿不出来，还在这死撑什么？不如趁早滚蛋，离婚算了。别死皮赖脸的为难婉清了，你这种没家底的穷酸男人，你不嫌丢人，我们许家还嫌丢人呢。谁说我拿不出聘礼？只是现在，就算我拿得出，你们许家这辈子也没资格拥有了。江先生，人贵在自知之明。你每个月打杂赚的几千块钱，就算你砸锅卖铁凑出来一点所谓体面，都不够婉清1天的收入。你越死鸭子嘴硬，只会让大家看笑话。燕之，够了！你几斤几两我还不清楚吗？你上哪儿去弄聘礼？今天闹成这样，我不怪你，只要你低个头，我也不会真的赶你走。你说什么？哪怕你这辈子没出息，只能在我家做个洗衣做饭的赘婿，我也认了。我养了你5年，不在乎继续养着你。体面，原来在你徐婉清眼里，我就是一个只能靠你施舍的废物。你们不是想要聘礼吗？好，我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江先生，你真是无可救药。大婚之礼已按江家组织最高规格送至婚礼现场，恭请过目。江氏聘礼如下：黄金1000两，市中心江景楼王别墅2栋，全球限量版劳斯莱斯幻影1台，马尔代夫私人海岛1座，江氏集团原始股份3%。以上聘礼总估值230亿。江氏集团的聘礼，燕之真是太低调了。原来我们婉清嫁了这么有本事的人啊！大舅母刚才真是瞎了眼了。今天这婚礼办得好啊！妈，姐夫家里竟然这么有钱啊！我们以前是不是真的看走眼了？这可是230亿啊！伯母，甜甜，江衍之这个穷小子，平时在江氏旗下的酒店后厨打杂，他哪里来的230亿？景行，你的意思是？这家酒店就是江氏财阀的产业，江衍之不过是个打工的。这份聘礼绝肯定是江财阀的老爷子看在许家有商业价值的份上，特意赐给许家的一份贺礼。江衍之不过是借花献佛，狐假虎威罢了。对呀，江延之那个废物怎么可能有这种家底？肯定是江氏财阀看上了我们婉清，冲着我们许家的面子才送的。就是，难道是江氏的太子爷看上我姐了？江延之，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就算你拿不出聘礼，我也说了愿意养着你，不赶你走。可你居然虚荣到了这种地步！虚荣？难道不是吗？这明明是江氏财阀青睐我们许家送来的贺礼，你竟然往自己脸上贴金，说成是你的聘礼。随你怎么想，今天这婚不用结了。既然协议也曝光了，那我们就当场离婚。从此以后，你我桥归桥，路归路。不行，我不同意！江延之，你疯了吗？今天全城的亲戚都在这儿，你凭什么说不结就不结？既然你打心眼里看不起我，根本就不爱我，你现在这副死抓着我不放的样子做给谁看？这个没用的贱人，江野竹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他居然还不想离。再让他们这么纠缠下去，我什么时候才能顺利上位，拿到许家的家产？江先生，你冷静一点，婉清她只是一时气话。江先生，我只不过是怕你和婉清吵架，好心过来劝劝你们。你就算心里有气，为什么要故意推我？江延之，你
你竟然下这么重的毒手！景行哥要是有个3长2短，你这个穷光蛋赔得起吗？哎呦喂，可不是嘛，肯定是一看聘礼的事情败露，恼羞成怒就动手打人了。景行哥，你别说话了，流了好多血，妈，快叫救护车，我们马上送景行哥去医院。徐婉晴，你不用叫救护车，他是自己故意撞上去的，根本没伤到要害。婉晴，别怪江先生，是我自己没站稳，我的头好晕，我是不是要死了？江燕之，你够了！你没看见景行哥都已经流了这么多血了吗？你推了人，不仅不认错，还在这里说风凉话，污蔑他。我再说一遍，我没碰他。如果不是你故意推他，他好端端的怎么会摔得这么重？江燕之，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竟然这么冷血，这么没有同情心？你宁愿相信一个拙劣的谎言，也不愿相信我的一句实话。徐婉晴，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哪怕1秒。徐婉晴，今天是我们结婚5周年，也是我们唯一的婚礼。你现在只要迈出这扇大门，我们之间就真的什么都不剩了。我最后问你一次，你真的要为了他走吗？婉晴，我好痛。人命关天，一场随时可以腐败的婚礼，能有景行哥的命重要吗？江燕之，你太让我失望了。徐婉晴，你今天只要迈出这扇门，我们之间就彻底结束了。江燕之，你能不能别在这个时候无理取闹？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但这招对我没用。你是什么性子我最清楚，你根本就离不开我。说什么？今天婚礼暂停，等我把景行哥安顿好了，明天你好好跟我道个歉，我原谅你，我们再重新补办就是。就是江言之，你撒泡尿照照你自己那个穷酸样，要不是我们家婉萍心善可怜你，这世上还有哪个女人能要你这种吃软饭的废物？你就别在这儿死撑面子了。你能在我家当个吃香喝流的赘婿，已经是你祖上积了8辈子德了。燕之，妈和甜甜话说的虽然难听，但也是事实。除了我，没人会再这么包容你了。你乖在家里等我，等我气消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5年的隐忍，换来的只有理所当然的轻贱。徐婉清，你那可笑的自信，今天该彻底结束了。徐婉清，你就这么笃定我江燕之非你不可？江燕之，是不是我太纵容你了，才让你这么自信的？我自信？我告诉你，我江燕之这辈子唯一瞎了眼，就是当初选了你徐婉清。你好啊，那我倒要是看看，还有哪个比我好的女人愿意嫁给你？那你可得失望了，这样的女人不仅有，还有3个。师哥，5年的屈辱你受够了，我也等够了。既然那个瞎了眼的女人不识好歹，那从今天起，你江燕之就是我陆渊名正言顺的男人。师哥，星子愿意为你放弃娱乐圈所有的名利和星光。师哥，跟我回家好不好？言之师哥，只要你一句话，我苏婉的一切，连同我的命，今天都心甘情愿交给你。我的老天爷啊！中间那个穿婚纱的，是不是那个杀伐果断、身价1000亿的陆氏财团女总裁陆渊？左边是国民顶流女巨星林星慈，还有右边那个好像是经常上新闻的首席科学家苏婉。这3位随便跺跺脚都能让江城地震的顶级大人物，竟然会同时穿着婚纱来给江燕之这样的赘婿撑场面。3位师妹，没想到你们今天会来。师兄，你被人欺辱，我们当然要来帮你撑场面。为什么燕之看他们的眼神如此温柔？我们结婚整整5年了，他每天像个下人一样讨好我，可我从来没有在他脸上看到过这种发自内心的温柔和宠溺。妈，你先扶着景行哥。江燕之，我不过才离开了一会儿，你竟然就迫不及待的跟别的女人在我们的婚礼上搂搂抱抱。你算个什么东西，也只对师哥说这句话。我等了燕之师哥整整5年，今天他恢复自由身，我来表白简直天经地义。没错，反倒是你，刚才穿着婚纱抛下自己的新郎，毫不犹豫地扶着另一个野男人离开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师哥会失望？你现在又有什么脸面，以什么身份站在这里质问？江燕之，你果然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你和婉清还没离婚呢，就跟这群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狐狸精厮混在一起。我江燕之从今往后和谁在一起，跟你们许家没有半点关系。徐婉清，你们许家是不是真的以为我江燕之这辈子离了你，
就只能像条狗一样摇尾乞怜的赖在你家。燕之，你什么意思？那择日不如撞日，现在就在这里把字签了。我们之间这场维持了5年可笑至极的婚姻，当场了断。燕之，我不签。这件事今天可以慢慢谈，我们之间有误会。没什么好谈的，今天现在就在这儿把字签了。不签，好啊。通知风投部，从现在起全面狙击江城许氏集团的所有资金链。我林星祠全网8000万活粉，许家如果今天敢赖着我师哥不放，我马上开全网直播，让你们许家所有人在这座城市犹如过街老子，永远抬不起头。许家引以为傲的新材料加工厂，核心专利审核权正好在我所在的国家研究院手里。这字今天如果不签，许家所有的技术资质，我立刻永久吊销。婉清，你还愣着干什么？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我们许家家破人亡吗？姐，我求求你了，赶紧签吧！你想害死我们全家吗？婉清，江先生既然心意已决，你还是成全他吧，别连累大家。燕之，你看看我，只要你给我一个眼神，只要你表现出一点点不舍，我今天死也不会签这个字。徐婉清，我不想把事情闹得太难看。燕之，我求求你，给自己也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快签啊！你还磨蹭干什么？我拿捏了燕之整整5年，我以为她永远都不会离开我，难道我今天落下这笔，她就真的永远不属于我了吗？走吧。燕之真的走了，我以为这辈子都离不开我的男人，真的彻底离开我了。婉清啊，婉清，那可是230亿啊！你把这种被3个顶级大人物抢着要的男人放走了，你脑子进水了吗？就是呀，刚才那么多聘礼堆在那儿，你不嫁，现在好了，人家全收回去了。凭什么江言之那个废物能被3个绝色女人簇拥着？江言之那种穷酸鬼怎么可能认识陆渊和林欣然？估计就是嫌退婚丢人，故意花钱给他雇来撑场面罢了。行了，婉清，妈带你回家好好休息一晚。明天起，你和景行重新开始。江燕之那个白眼狼的事儿，就算翻篇了。姐，那个穷小子滚了就滚了，有那3个女人在，指不定江燕之以后被玩得多惨呢。咱们家有景行哥就够了。对不起，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关机，拉黑。江燕之，你竟然做得这么绝！对，还有江燕之工作的江氏酒店。喂，我是徐婉清，帮我接一下你们后厨打杂的江燕之，或者告诉我他今天有没有去上班。抱歉，许小姐，江先生已经离职了，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去向。我该去哪里找他？结婚整整5年，我竟然不知道他有什么朋友，不知道他喜欢去哪里，不知道他除了我家和那家酒店之外的任何行踪。我甚至连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都一无所知。燕之，我一定会找到你的，我绝对不相信你就这么不要我了。恭迎少爷归来！少爷，您终于回来了。董事长知道您今天彻底摆脱了许家，他老人家高兴坏了。这5年他一直盼着这一天，今天少爷归来，他一定要亲自在老宅大门口迎接您。燕之，我的好儿子，你终于肯回来了。爸，儿子不孝，让您担心了。好，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这5年，你在外面吃苦受辱，江氏这个庞大的千亿帝国，今天总算龙凤归巢，爸这把老骨头终于能彻底放心了。你们3个臭丫头，今天可算是立了大功，终于把你们的燕之师兄给接回来了。师哥，先看我的企划书，
我已经把陆氏集团最核心的3条业务线资源全部整合完毕，随时可以并入江氏。明天就拿许家祭旗。师哥，你看什么企划书呀？你今天一天都没怎么吃东西，星慈亲自在厨房守了2个小时，给你熬了你最爱喝的银耳莲子蒸。师哥，身体要紧，但江氏目前的内部架构你也必须尽快熟悉。这些绝密资料我整理了整整3天。师哥，先来我书房看我的资料。先看我的，先喝我的。先来我书房。爸，这好啊，5年了。咱们江家这栋老宅已经整整5年没有这么热闹，没有这么多人陪我这个老头子吃过一顿热乎饭了。燕之，这5年你不在家，但爸一直吩咐后厨，每天的1日3餐都要按照你小时候最爱吃的菜谱原样准备。爸就盼着，哪怕你哪天突然推开门回来了，随时都能吃上一口家里热乎熟悉的味道。师哥，再尝尝这个。这是我今天特意盯着后厨给你做的，正好给你开开胃。哎呀，师哥，你这几天在许家受了气，胃本来就不好，怎么能一上来就吃那么油腻的肉呢？吃这口清蒸鱼，清淡又有营养，多吃点补补身子。师哥，饭前先喝汤，这汤是我亲自调配的药膳，最养胃了，你趁热多喝点。好，好，好，你们3个丫头啊，都是把燕之当成了自己的人来疼。我这个半截入土的老头子，今天也跟着燕之沾了你们的光，享了一回天伦之乐啊！在许家的这5年，我的每一顿饭几乎都是在厨房一个人吃完的，差点忘了有人疼，有人念的感觉。师哥，过去的垃圾就让它过去，只要你回头，我永远都在你身边。你好，我找江燕之，她离职后有没有什么联系方式？抱歉，许小姐，我们不能随便透露员工的信息。原来这5年，你默默为我做了这么多，你把整个心都掏给了我，我却把你当成垃圾一样丢掉了。燕之，你回来好不好？婉晴，你怎么哭了？是不是还在为昨天的事伤心？婉晴，我今天来是想正式向你求婚的。江燕之已经走了，忘了他，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这可是我高利贷去珠宝店挑选的，只要能一举拿下徐婉静，就能回本了。这枚钻戒明明比燕之前年地摊上买给我的那条碎钻项链精致100倍，可为什么我看着它却觉得毫无温度？景行哥，对不起，我现在脑子很乱，实在没心情谈这些。没关系，婉晴，我等你想清楚，你别太累了，我先回去。徐婉晴，你这个贱人，你竟敢拒绝我！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要把你们许家的财产，绝不能因为江延之那个废物毁了我的计划。徐婉晴，既然你给脸不要脸，那就别怪我动用点手段，逼你乖乖就范了。听助理说，看到燕之在江氏总部附近出现过。燕之刚刚从酒店后厨辞职，她肯定是来江氏总部找新工作的。我今天就算一直守在这里，也一定要堵到她，跟她当面解释清楚。我真是疯了！江氏财阀总部这种江城最顶级的权力中心，燕之这种连大学都没上完的穷小子，怎么可能进得去？他现在身无分文，能去哪里呢？温景行先生，您申报的基因项目因涉嫌各严重抄袭，科研院首席研究员苏婉已正式下令对您的项目进入无限期学术审查，您的所有学术资金已被冻结。国家科研院首席苏婉，我一个海归研究人，平时连见他们一面的资格都没有，怎么会同时得罪这3尊大佛？等等，那不就是婚礼那天穿着婚纱冲进来抢走江燕之的那3个女人中的一个吗？难道那3个女人真的认识江燕之？难道江燕之那个废物真的有什么恐怖的背景？不可能，江燕之如果真有这种只手遮天的背景，她怎么可能在许家当了5年的狗？这一切肯定只是巧合。
不行，夜长梦多，我的资金链撑不了几天，我必须尽快把徐婉清娶到手，把许家的财产套现，填补我的窟窿。阿姨，是我，景行。哎呦，景行啊，找阿姨什么事儿啊？你的伤好点没有啊？阿姨，我最近生意上遇到了一些恶意的打压和麻烦，资金有点周转不开。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和婉清领证结婚，两家资源合并，才能渡过难关。可是婉清这丫头最近因为江燕之那个废物态度反反复复，阿姨，为了我们两家的未来，我需要您帮我推她一把。景行，你放心，不就是结婚吗？婉清那个死丫头就是轴，你把心放在肚子里，阿姨一定想办法，哪怕是绑，我也保证让婉清乖乖穿上婚纱嫁给你。那是燕之，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江氏总部的 VIP 贵宾通道，只有最高级别的财阀核心人物才能走。燕之只是一个在后厨打杂的打工仔，他怎么可能坐着那种级别的连号劳斯莱进出？可是那个背影，我在家里看了整整5年，难道我认错了？您好，这里是江氏财阀集团总部，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你好，我找一下你们总部的员工，叫江嫣之，麻烦你帮我查一下他在哪个部门。好的，请您稍等。抱歉，女士，江氏总部并没有名叫江燕之的员工。果然没有。那刚才坐在劳斯莱斯里的人是谁？难道真的是我看错了吗？好小子，不愧是我江崇山的儿子。刚才开会时的杀伐果断，有我当年的风范。都是爸培养的好。燕之，这个江城最核心的100亿级开发项目，这5年你流落在外的时候，其实也一直在暗中参与跟进。现在时机成熟，正好借着这个项目正式发布的绝佳机会，让你以江氏唯一继承人的身份首次公开亮相。我也确实没有公开露面过，所以这次的项目发布会，爸有一个绝妙的想法，放开所有参会权限。放开权限？爸，江氏以往的发布会都是极其严格的定向邀请，如果全程放开，会不会让那些不入流的小公司也混进来凑热闹？就是要让他们都来凑热闹。我要让全江城所有的人都亲眼看清楚，那个被某些人瞎了眼踩在脚底下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高不可攀的身份。婉清，你为了那个被扫地出门的废物哭成这样，值得吗？景行人家海归精英，一往情深，你为什么就是轴着一根筋，死活不肯答应嫁给他？不好了，今天上午我们公司最重要的2家上游合作商突然单方面取消了所有订单。什么？他们不怕违约金吗？他们说江城商界现在都在传我们家的笑话，他们不想和有丑闻的家族做生意。婉清啊，公司不会破产吧？妈，姐，我最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230亿的天价聘礼，陆氏总裁、国民巨星、国家首席研究员，这3个顶级大佬穿着婚纱来抢人。当时江燕之被他们围着，不仅没有半点受宠若惊，反而从容不迫。还有姐，你昨天不是说在江氏财阀总部门口看到一个特别像江燕之的人坐在连号的劳斯莱斯里吗？如果这一切都不是巧合，如果江燕之真的有什么极其恐怖的滔天背景呢？我们之前那样对他，他怎么可能放过我们许家？阿姨、甜甜、婉清，我来看看你们。景行啊，你可算来了！我们刚才在盘算，那个江燕之会不会真的有什么背景啊？如果真是那样，我们许家可就全完了。你们呀，就是最近压力太大，自己吓自己，想的太多了。江燕之那个废物，在你们许家每天像个下人一样洗衣做饭，被你们呼来喝去。如果他真的有背景，他凭什么在许家受这种窝囊气？婉清，那天在江氏总部门口，你肯定是认错人了。江城这么大，江氏总部来来往往的高管那么多，总会有相像的。你就是太累了，产生了幻觉。真的是我认错了吗？可是婚礼上，
为什么会有人给他撑腰？如果江燕之和他们真的有关系，那他离婚后为什么不在这个城市里销声匿迹了？说明他根本就是个心虚的穷光蛋。对对对，景行分析的简直太透彻了。我就说嘛，江燕之那个扫把星怎么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大人物？就是嘛，江燕之那种穷酸鬼绝对不可能有背景。我姐那天绝对是看花眼了。赵兰和许甜甜这两个蠢货，差点就被江燕之那点虚张声势的把戏给唬住了。本台刚刚收到重磅消息，江氏集团正式宣布，于3日后举办全球性的首发暨招商巅峰大会。凡是在江城合法注册的公司，无需邀请函，皆可报名参加。江氏继承人将亲自公布一个总投资超100亿的惊天大项目，在到场的企业中选定最终合作伙伴。100亿项目还不设邀请函限制，只要我们能在这次大会上攀上江氏的高枝，别说那些撤资的白眼狼，整个江城以后谁还敢看不起我们许家？婉清，你可要振作起来啊！这是我们许家翻身的最后一个天大机会啊！虽然我们最近被撤了几个资，但我们许家的公司资质还在啊。是啊，姐，万一老天开眼，能从江氏的指缝里露出那么一点点，那我们许家不仅能起死回生，还能一跃成为江城的新贵啊！可那江氏怎么可能是我能够上的？姐，你别忘了，江燕之之前在江氏酒店打杂，就算他是个底层打工的，在江氏内部多少也认识几个主管吧。万一我们在招商大会上能碰见江燕之以前在江氏的上司，咱们就让他们通通融融，给咱们许家一点机会，这事儿不就成了吗？对对对，甜甜你说的简直太有道理了。就算那只是一条狗，那也在江氏的地盘上待了5年，这点香火情咱们不用白不用。实不相瞒，我也正想找机会接触一下江氏财阀的高层。如果这次江氏能看中我的项目，到时候有了江氏的资金，许家也能彻底翻身。景行，好孩子啊！要是你的项目能拿到江氏的合作，咱们两家强强联手，那在江城谁还敢惹咱们许家？婉清，你别在这给我神伤了。明天你好好打扮打扮，跟景行一起去江氏的招商大会。咱们许家这次的死活，可就全靠你和景行了。江氏的招商大会，江氏财阀总部。如果燕之真的像甜甜说的那样，跟江氏内部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牵扯，那这种全城瞩目的江氏招商大会，他是不是也会去凑热闹？对，他那么喜欢我，他肯定知道许家一定会想尽办法去参加这种大会的。如果我去了，说不定就能在会场里再次见到他。我一定要当面问清楚他到底去哪儿了。好，妈，我去。妈，我愿意去江氏的招商大会碰碰运气，但是我一个人去就行了，景行哥就不必跟着我去了。婉清，你这是什么话？景行可是去帮咱们许家拿大项目的，这种天赐良机，你怎么能不带他一起去？妈，我一个人去比较方便沟通。景行哥的基因项目那么重要，他可以自己再找个更合适的时间单独去对接，不一定非要跟我绑在一起。万一燕之也在现场，看到我跟景行哥出席，他会怎么想？我好不容易才等到这个或许能见他一面的机会，绝不能让景行哥毁了。婉清，你这是不愿意带我去吗？我不过是想借着这个机会，方便帮许家拿项目而已。你怎么对我这么防备？再说了，你一个单身女人去那种复杂的名流场合，没有我陪着，万一被人欺负了，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我怎么放心得下？可是，婉清，你最近真的一直在推开我。我抛下国外的一切赶回来，全都是为了你。你之前不是说要给我机会吗？赶紧醒醒吧，跟我重新开始才是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啊，姐，景行哥这么诚心诚意想帮你，你怎么好意思拒绝呢？婉清，景行可是个海归精英，手握年薪100万的顶级项目，他这种身份正好可以撑起咱们许家的门面。明天你必须带景行一起去，这是妈的命令，没得商量。如果我再强硬拒绝，妈和甜甜一定会起疑心，肯定会猜到我其实是想去找江燕之，到时候他们绝对会把我关在家里，连门都不让我出。好，妈，我带景行哥一起去。婉清，你放心，明天我一定会帮许家拿下合作的。许婉清啊，许婉清，你真以为我是为了帮你们许家吗？我真正的目的是在江氏的招商大会上搭上那天抢婚的3个女人。既然那3个女人连江燕之那种废物都能看上，那凭什么看不上我？只要我明天在大会上展现出我无与伦比的魅力，拿下他们3个当中的任何一个，到时候我就可以把许家一脚踢开。我温景行必将踩着那3个女人的权势，在江城翻云覆雨。
您听我解释，资金下周肯定到账，我保证下周连本带利还款，请务必再宽限我几天时间。锦行哥，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哦，没什么，是国外科研院的同事打来的，催我赶紧回去开个学术会议，没多大事儿，你别多想。江氏招商会，燕之，你今天真的会出现在那里吗？如果能遇见你，我一定要当面问清楚你这几天到底去了哪里。燕之，他真的在这里，而且还穿得这么隆重，跟在许家做了5年赘婿，总是低眉瘦眼的那个江燕之，简直判若两人。他这个连工作都没有的穷小子，是怎么混进江氏总部的？燕之，你疯了吗？求求你，今天千万别在这里闹事。闹事儿？不然呢？江氏总部是什么地方？你在这里闹事绝对出不去的。赶紧走！哟，江先生，你怎么也混进来了？今天是江氏的招商大会，你一个被扫地出门的废物赘婿，出现在这种高档场合，不觉得丢人现眼吗？你身上这套西装是租来的吧？怕是连个正经公司的门槛都没摸过，连入场的资格都没有吧？燕之，景行哥说话虽然难听，但也是事实，你快走吧。徐婉清，5年了，哪怕我已经站在这江氏权力的最中心，你依然觉得我是一个只会惹事，连入场资格都没有的废物赘婿。不过没关系，今天我倒要看看，当真相揭开的时候，你能不能认清你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师哥，前面高管们都已经入席了，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该入场了。陆总，大庭广众之下，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的丈夫搂搂抱抱？许小姐，你的记性是不是不太好？麻烦你搞清楚，离婚协议书你已经签完了，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我陆渊的男人，跟你没有半点关系。哼，有的人这5年靠老婆养，现在刚离婚，一转头又开始靠陆总了。你这吃软饭的本事见长啊！真是一辈子离了女人就活不下去。景行哥，那可是陆总。婉清，他今天混进江氏的招商会，我看8成是死皮赖脸缠着陆总，想让陆总在江氏给他求个保安或者打杂的工作吧。景行哥，你别这么说，燕之他不是那种人。这5年在许家，他虽然没赚什么钱，但也从来不靠别人。婉清，你就是太善良了。他这种烂泥扶不上墙的底层垃圾，不走歪门邪道，靠女人撑着，凭他自己能进得了这个大门？哼。燕之，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千万别意气用事，为了跟景行哥赌气，在江氏的招商会上做出什么不可挽回的荒唐事啊！婉清，别管那个废物了，我那个基因项目今天必须递交给江氏高层，这才是我们翻身的机会。尊敬的各位来宾，下面有请我们江氏财阀唯一继承人首次公开亮相。江氏财阀的神秘少爷终于要出来了。江氏继承人，那可是从未公开露面过的顶级继承人，没想到我也能有机会一睹他的真容。怎么会是燕之？江燕之是江氏财阀的少爷。诸位，我是江氏集团东家江燕之。这5年因个人原因我在外历练，从今天起，我将正式回归江氏，接管江氏集团一切事务。燕之，原来你是江氏的少爷。我以前每天嫌弃你是个穷小子，没想到你拥有这种通天的身份。我居然还信了温景行的话，以为你是在靠女人撑腰。徐婉清，你到底有多蠢啊！我刚才居然指着他的鼻子嘲笑江氏未来的掌门人，完了，全完了！燕之，你看看我是婉清啊，我是来求你原谅的。对不起，这位女士，少爷今晚公务繁忙，不见任何闲杂客，请您退后。闲杂客，我竟然成了他眼里的闲杂客。我哪怕只是想当面见他一面，跟他说一句话，都根本连他的身都进不了。他的身边
已经有最顶级的女人在帮他打下江山，还有他如今的地位，是我徐婉清这辈子就算拼尽全力也永远挤不进去的。景行哥马上要回国了，你自己去接对面挤公交回去吧。小心点儿，别把我新买的衣服弄湿了。婉清，雨太大了，最近的公交站还有2公里。景行哥还在等我，我没空跟你废话。婉清，今天我在后厨发了第1个月工资，路过花店，看这玫瑰挺好看的，送给你。这种地摊上几10块钱的打折货，你也拿得出手？江燕之，我想要的是空晕晕的厄瓜多尔玫瑰。江燕之，我真的后悔了。刘总，久仰久仰，我是刚从国外回来的温景行，手里有个顶级的基因项目，您看有没有兴趣？就是你刚才嘲笑江氏继承人是吃软饭的废物，谁还敢和你这个得罪了江氏的蠢货合作？这群见风使舵的混蛋！不行，这里不能再待下去了，我得先把徐婉清彻底攥在手里。许家是我现在唯一的退路。婉清，我今天突然觉得头很晕，身体不太舒服，这种场合太吵了，我们别在这儿待了，先回许家吧。今天好不容易才有机会见到燕之，我连一句话都没跟她说上。如果现在离开，我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她了。燕之，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再见你一面？婉清，你还在这里看什么？你是不是还想过去找他？江延之现在已经是高高在上的江氏少爷了，他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别再死皮赖脸的纠缠他了，赶紧跟我回家。就是因为景行哥一回来，我就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他，把所有的冷暴力都给了燕之，才导致和燕之分开的。既然你不舒服，那你就自己先回去吧，我今天哪里也不去，我要自己一个人在这里等燕之。不，我不能就这么结束。5年了，他爱了我整整5年，怎么可能说放下就放下？燕之一定是在生我的气，只要我当面跟他解释清楚，只要我服软认错，他一定会回心转意的。我一定要见他一面。燕之，燕之，你等一下。徐婉清，你还真是阴魂不散。我求求你，只要给我5分钟，我真的有很重要的话想跟你说。许小姐，我师哥现在掌管整个江氏财阀，每分钟的行程都价值1000万，你也配在这里浪费他5分钟的时间？燕之，我当年真的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啊！如果我知道……哎呀，许小姐，你这话说的可真有意思。如果你当年知道师哥是江氏少爷，你就不会嫌弃他，不会作践他了吗？这说明你从头到尾嫌弃的根本就不是师哥这个人，你嫌弃的只是穷酸赘婿这个身份。不是的，燕之，你听我解释。许小姐，燕之师哥这5年在你们许家挨的骂、受过的辱，全都是拜你和你那贪得无厌的家人所赐。你现在还敢跑来求他原谅，你真应该庆幸师哥教养好，还允许你站在这江氏广场上说话，而不是直接让保安像丢垃圾一样把你扔出去。燕之，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当年真的是瞎了眼，才会被温景行那个小人蒙蔽，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徐婉清，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签下的离婚协议，哭2声就能像儿戏一样撤回来？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请你自重。不是的，燕之，我并不是真的想离开你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可是，如果我真的在乎他，如果我心里哪怕有一点点他的位置，我又怎么可能任由他们推我签字？是我亲手把我这辈子最珍贵的男人彻底弄丢了。婉清，你今天不是去江氏总部找江延之了吗？见着他没有？他原谅我们许家了吗？他是不是答应不跟我们计较了？妈，我根本连他的身都进不了，
他身边现在随时跟着那3个顶级大人物，还有几10个保镖，他高高在上，根本不可能再见我了。没见到，你怎么这么没用啊？许家现在被全城封杀，马上就要破产了，我们全家现在都指望着你去求他高抬贵手。你是他的前妻啊，你不去求他，难道让我这把老骨头去给他下跪吗？就是啊，姐，你赶紧想办法呀！今天早上公司又有2家大客户撤资了，再这样下去，咱们全家都得去睡大街。你别忘了，你今天落的这种下场，都是你非要跟他离婚造成的。你惹出来的烂摊子，你必须自己想办法收拾。景之，以前我竟是为了这群人和你决裂的。你在许家还受了多少我不知道的委屈。阿姨，甜甜，我听说许家最近遇到了大麻烦，特意赶过来看看。景行啊，你来了。阿姨，江氏财阀势大，我们在江城确实是被打压的没有机会了。但我温景行不能眼睁睁看着许家倒下。景行哥哥，难道你有办法？虽然江城没了机会，但我手里还有在国外这5年积攒的顶级海外资源和人脉。只要你们能把许家现在仅剩的流动资金都提出来做海外启动资金，我向您保证，最多1个月，我一定带许家在海外东山再起。景行啊，你的海外资源真的可靠吗？现在许家可经不起半点折腾了啊！绝对可靠。阿姨，我在国外这5年的人脉怎么可能会有问题？您难道连我都不信了吗？景行哥，你之前不是一直说你那个基因项目是世界顶级的，随便就能拿大财阀的几亿投资吗？怎么现在项目还没动静，反而要我妈再给你钱啊？甜甜，那是因为江氏财阀在这边恶意打压我，我的项目才暂时被搁置了。别问那么多了，把钱给我运转才是正事。景行啊，这毕竟是许家最后的救命钱了，你给我2天时间，我再好好盘算一下。好，阿姨，这种大事确实该慢慢想，我等您的消息。喂，虎哥，我温景行，您再宽限我几天，我已经在套许家最后那笔现金了，再给我3天，我一定把欠你们的钱全还上。少废话，最后3天见不到钱，老子要你一条腿！是，您放心，我一定弄到钱。景行哥怎么会露出这么恐慌的表情？他到底在给谁打电话？算了，我现在连燕兴温都找不回来了，哪里还有心思管别人的事？对不起，女士，我们这里是江城最顶级的私人会员制俱乐部，您没有黑卡会员，无法进入。那我在这儿等一个人总可以吧？对不起，俱乐部今晚有极其重要的大人物包场活动，闲杂人等不能在门口逗留，请您立刻离开。哟，这不是许小姐吗？江氏总部的台阶没蹲够，今天又跑到这儿来碰运气了。陆总，我求求你帮我一个忙，让我见燕之一面，我就跟他说几句话，绝对不打扰你们。徐婉清，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想见我师哥就能见得到？眼熟吗？这是我师哥昨天刚送我的礼物，这5年他应该从来没送过你这种好东西吧？许小姐，麻烦你睁大眼睛看清楚，我师哥从来就不是你的，他现在是我陆渊的男人，你连给他提鞋都不配。他和陆渊之间那种势均力敌的亲密，他所处的那个只手遮天的阶层，是我这辈子无论怎么努力都永远挤不进去的世界。通知风投部和法务部全面收网，把许家名下最后那几家还在苦苦支撑的合作工全部给我掐断。我要让赵兰和许婉明彻底失去最后一丝商业资源，全家破产。对了，还有许甜甜那个极其在乎的海外化妆品代理权也给我一并撤掉。我要让这恶毒的一家人彻底感受一下，作践我师哥到底要付出什么样自食其果的惨痛代价。是，陆总，我马上照办。哼，师哥不急着动手，我就亲自替师哥讨回公道。许婉清，你这个扫把星，完了，全完了！刚才公司打来电话，我们许家最后2家救命的合作商宁愿赔付3倍违约金也强行撤资了，我们许家彻底破产了，连这栋别墅明天都要被银行收走了，还有我的化妆品代理权，品牌方直接把我拉黑了。姐，为什么当年你要去招惹江燕之？我们许家几10年的心血全被你给毁了。陆渊，是陆渊干的，是陆渊在替燕之报仇。我们许家
真的彻底完了。婉清，你今天必须再去求江燕之，只要他肯开口放过我们，许家就能活下来。你今天就算是把头磕破，也必须给许家一个交代。听说江氏老宅今晚要举办一场极其隆重的私家家宴，燕之她今晚一定在家，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抱歉，女士，少爷早有规定，江氏老宅重地，任何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请您立刻离开。大哥，我求求你们让我进去吧，我只见燕之，见江少爷一面就行，5分钟就好。燕之，燕之，你出来见见我好不好？我知道错了。少爷，那个徐婉清又来了，现在正跪在大门外的台阶上，哭着求见您一面，要不要我派人把她赶走？赶她做什么？她既然那么喜欢跪，就让她在外面好好跪着。告诉安保，别让她哭得太大声，惊扰了今晚家宴的客人。其他的，当空气处理。是，少爷。许小姐，这已经是你第3次死皮赖脸的堵在门口了。就算你把这里跪穿，我师哥也是绝对不会见你的。哎呀，许阿姨，您还是快点回家吧。您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跪在这里，万一让我师哥看到了，可是会影响他今晚的好心情的。许小姐，燕之师哥今晚在老宅设下这场私家家宴，是特意为我们3个准备的，因为今晚他即将做出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什么决定？师哥今晚会从我们3个人之中正式选定一位，作为他江氏财阀未来的当家主母，正式订婚。许小姐，您应该不会想亲眼看到您曾经弃如敝垆的丈夫为别的女人戴上订婚戒指的这一幕吧？天冷了，丧家之犬就该早点回家。不可能，燕之怎么可能会去除我之外的女人？其实就算你不签字，师哥也迟早会离开你的，因为你这种自私自利的女人，从头到尾根本就没有真正爱过他。我弄丢了这世上唯一一个拿命爱我的男人，可是燕之，哪怕我下地狱，我今晚也想死个明白。我到底想看看，你最后订婚的女人到底是他们其中的哪一个？我就算在这里冻死，我也想最后再看你一眼。阿姨，我真的快要撑不下去了，那笔现金你必须尽快给我，只要有这笔启动资金，我带你们去海外，一定能东山再起。景行啊，不是我不帮你，是许家现在真的被各大银行和合作方逼死了，公司已经被查封，妈这2天砸锅卖铁也真的凑不出那么多钱了，我们许家这次是真的彻底完蛋了。你想办法啊，我等不了了，我在国外的那些债主已经全部追到江城了，要是再拿不到钱，他们会要了我的命的。阿姨、甜甜，你们别害怕，我刚才只是太着急了，跟你们开个玩笑呢。什么债主不债主的，根本没有的事儿。我可是堂堂海归博士，怎么会欠债呢？国外的债主，温景行在国外有债主，他不是工程精英吗？他怎么可能会有债主，甚至还会被逼到要命的地步？所以他一直在骗我。学历造假，抄袭封杀，烂赌成性，原来他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耻骗子。我当年从大学开始就死心塌地爱着的青梅竹马，居然是这么一个肮脏虚伪的无赖。我为了等他从国外回来，把拿命爱了我的燕之放在家里冷落了整整5年，甚至亲手签下了离婚协议。不行，温景行现在已经被高利贷逼入了绝境，他早就成了一个输红了眼的疯子。如果我此时此刻下去拆穿他，他拿不到钱一定会狗急跳墙，伤害我妈和甜甜的。徐婉清，你到底是有多瞎呀？温景行这种人渣精心编造的谎言，你却像个傻子一样信了整整5年。阿姨、甜甜，我已经通过我的人脉联系好了海外最顶级的财团合作伙伴，只要把许家现在的5000万全部作为启动资金拨给我，我向您保证，最多3个月，我一定带着海外100亿资本杀回江城，带许家彻底东山再起，把江氏踩在脚下。妈，你还在犹豫什么？刚才就是景行哥开个玩笑而已，咱们许家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景行哥了。好，景行，妈信你，妈这就把这最后的5000万全都转到你的海外账户上，许家的死活就全靠你了。妈，不要转，快住手！您的尾号7788账户成功向海外账户转出人民币
5000万元整。金星哥，你不能拿走这笔钱，你拿走了许家就真的连命都没了。你把钱退回来。婉清，你这是干什么？你还不相信我吗？你放心，我拿到这笔钱一定会去海外给阿姨拼出一个未来的。我赶飞机去签合同了，你们等我的好消息。妈，你们被骗了，温金星把我们许家最后的救命钱全跑了。婉清，你发什么疯呢？你景航哥是拿着钱去海外办大事了，他可是年薪100万的海归精英，怎么可能骗我们？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海归精英，他在国外就是个学历造假、抄袭被封杀、欠了赌场几百万高利贷的诈骗犯。我在他出国前资助了他整整5年的学费啊！现在我又把许家卖房子的5000万启动资金全给了他，我甚至为了这个畜生，亲手毁了我女儿的婚姻，逼走了江燕之。我周兰瞎了眼啊！把一个财神爷踩在脚底，却把一个吸血的诈骗犯当成了祖宗供着呀！姐，许家真的彻底结束了，我们明天就要被银行赶出去睡大街了。喂，我要报案，有人诈骗了我们家5000万，他现在正准备逃出江城。如果我当年能早点看清温景生的真面目就好了，可是现在一切都太晚了，太晚了。姐，如果我们当年没有提醒温景行那个畜生，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刻薄的对待姐夫，你和姐夫现在肯定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了。我们许家现在就是江氏财阀名正言顺的亲家，可是这一切全被我们自己，被温景恒给毁了，悔不当初啊！妈，后悔有什么用？一切都晚了啊！燕之不会再回来了，许家也彻底完了。姐，你再去求求姐夫。现在你知道叫姐夫了，都是因为你们的叫嚣，我才会和燕之走到现在的地步。你们活该，活该！燕之，你的宴会，我连靠近大门的资格都没有。师哥，我等你整整5年了，今天起，我陆渊愿意交出我的一切，嫁给你做妻子，你愿意娶我吗？师哥，星慈也愿意做你的妻子，你能不能也考虑一下星慈？燕之师哥，不管未来面对什么，我都想成为那个能愿站在你身边、名正言顺的妻子。3位艳绝江城、权势滔天的顶级女神，竟然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当着全城巨蟒的面，极其主动地向同一个男人求婚。不愧是江氏的继承人江燕之，她当得起这样的待遇。求婚？他们竟然真的在向燕之求婚？江燕之，你会答应别的女人吗？你会这么快就忘记和我的感情了吗？燕之已经离我越来越远了，他现在是江氏少爷，有3个最顶级的女人在向他求婚，而我连一个最底层的乞丐都不如，我连去跟他争一句的资格都已经彻底失去了。圆圆、星慈、婉儿，你们的心意我明白，也极其感激。但是婚姻不是儿戏，更不是为了报恩或斗气。今晚我想一个人静一静，给我一点时间，我明天给你们一个最终的答复。好，师哥，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们都等你。你们3个丫头啊，真是难为你们了。燕之在许家这5年，心被伤得千疮百孔，那道坎儿，她可能还没彻底迈过去。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没有立刻答应你们，让你们受委屈了。伯父，您言重了。是呀，伯父，5年这么漫长、这么煎熬的岁月，我们3个人都毫无怨言的等过来了，难道还会怕多等他这区一晚吗？真是苦了你们了！别说是燕之那个不知道修了几辈子福气的臭小子，就是让我这个当爹的来替他做决定，你们3位无论是家世、样貌还是手段，全都是这世上最绝顶优秀的儿媳妇，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也选不出来呀。伯父，您把心放在肚子里吧。无论燕之师哥明天的决定是什么，无论最后是谁能穿上那件婚纱，我们3个都会继续在这个江城，用我们各自的方式，默默的、永远的守护他，绝不让他再受半点委屈。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如果今晚我不去见他，明天他无论答应他们当中的哪一个，我
我徐婉清这辈子就真的再也没有任何指望了。你怎么在这儿？老宅的安保现在这么松懈了吗？胭脂，我是翻墙进来的，我真的是太想你了。我们已经离婚了，你现在跑来跟我说这些，不觉得很可笑吗？不，我刚才在大门外看到他们3个跟你求婚了，可是你没有答应他们任何人。胭脂，你今晚犹豫了，是不是因为我？你心里其实还是放不下我的，对不对？徐婉清，你未免也太自作多情了。在一起的这5年，你把我的真心踩在脚底，毫不珍惜。现在我已经下定决心离开，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谈后悔？胭脂，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这些话我早就听腻了，徐婉清。我没主动对你动手，是因为不屑，不是因为我对你还有什么旧情。胭脂，你听我说，我也是被温景行那个骗子给骗了。胭脂，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你今天跪在这里，是觉得当年签字是被逼的，心里很委屈，对吗？那我问你一句，婚礼那天，你毫不犹豫地扶起装病的温景行去医院，把我一个人丢在主婚台上，你反对过吗？这5年来，我受尽白眼，你反对过吗？如果你当年做选择的时候有过一丝一毫的反抗，今天的情况就不会是这样。你拿捏了我5年，从来没有把我当过真正的丈夫，只是把我当成一个顺手的工具。今天你跪在这里求我原谅，根本不是因为你突然发现自己有多爱我，不是的，我是真的后悔了，只是因为你失去了一切，别无选择。今天你翻墙进来，我没让人赶你，是我给你的最后一点体面。以后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别再来江氏门口跪着，也别再来打扰我和3位师妹了。钱，我有钱，这箱子里有5000万，我马上全还给你们。温先生，我们在国外等了你这5年，没有下一次了。别过来！本台最新消息，今日凌晨，跨江大桥下死者正是近日涉嫌巨额诈骗的伪海归温景行。据悉，死者在试图携带现金潜逃时遭遇围堵，慌不择路之下，连人带装皮想坠桥溺死。该笔5000万巨款已随水流冲散，无法追回。5000万全没了，全沉进江里了。许家名下资产已被全面查封，请你们3天内立刻搬离别墅，否则强制清退。婉清，是妈瞎了眼，是妈作孽呀！5年前要不是我偏袒温景行那个畜生，逼着你欺负胭脂，你俩绝不会走到今天。婉清，你跟妈一起走吧，离开江城躲躲债吧。妈，你们走吧，我留下。是我自己有眼无珠，是我亲手推开了他。我留在江城找工作还债，这是我欠江氏的，也是我罪有应得。那姐，你保重身体，我和妈先找地方安顿。我拿捏了胭脂整整5年，现在一场大梦惊醒，我终于被打回原形，变回了一无所有、负债累累的普通女人。我和徐婉清已然彻底了结了，放心吧，我永远都不会再回头。师哥，你总算是脱离苦海了。原来这5年我一直都在苦海里泡着，现在想想还真是识人不清，弄得一身狼狈。不过不撞南墙，又怎么会懂真情的可贵呢？师哥，你的意思是？渊渊、星慈、婉儿，
我没立刻答应你们，不是因为还在害怕，只是婚姻是一辈子的承诺，我想给自己也给你们一点时间，以最好的状态给你们最完美的答案。师哥，别有压力，我们3个早就不在乎多等这1天2天了。就是嘛，师哥，星慈今晚不让你走，你要陪我聊一整晚的天。这5年欠我的，今晚必须好好补偿。燕之师哥，我也想陪你坐一会儿。这5年你没机会施展才华，我想听你讲讲执掌江氏的宏大规划。原来在这个世上，真的有人会不计回报的为你等待5年，毫无保留的疼爱你。徐婉晴，这才是真正的爱，你这辈子永远都给不了。我将正式接管江氏集团全部业务。我江言之向诸位保证，江氏必将成为这个时代最强盛的企业。哎呀，不好意思啊，服务员。没关系，先生，是我没站对位置，您慢走。燕之，当年错过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也是我应得的报应。我知道，这辈子我都再也没有资格回到你身边了。以后的日子我会好好过，不再拿捏，我要用自己的双手活下去。这是我欠你的，也是我欠我自己的。渊、星慈、婉儿，这1个月我想了很久，婚姻是2个人真心愿意走一辈子的承诺，我不想再仓促地走进一段错误的婚姻，所以今天我想用未来的岁月让你们自己去选择，是否真的愿意陪我江燕之走完一生。师哥，只要你心里有我，我就永远在这儿。就是嘛，师哥，星慈要陪你一辈子，有没有名分根本不重要。星慈只要能天天这样站在你身边就足够了。燕之师哥，我懂你，这不是婚姻的终点，而是承诺的开始。我愿意陪你走下去，直到你真心想给我的那一天。5年了，我曾在许家忍受了所有的作践与屈辱，只为了等那个女人清醒过来，可她终究没有。好在我终于彻底走了出来，有真心爱我的师妹，有信任我的父亲，有我一手夺回的江氏帝国，我江言之今天重获新生了。